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那我们这节课要教的是如何运双铃这个部分。那其实啊，这个动作啊，对于之前的人来讲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动作。那以前啊，在传统铃的时代啊，我听任勇老师说，这个动作要学半年以上才学得起来哦。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学啊，是用手抛起铃，也是学了2个月才学起来。那其实现在啊，学习的方法跟扯铃的器材改良了很多之后啊，你只要基本功稍微稳一点。那学双铃大概啊2个礼拜内通常都可以有一点成效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希望我们就可以带大家来学学看运双铃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运得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基本功的部分啊，原则上我们上一步有教过绕线绕脚这个动作要非常的熟练。那这个动作熟练了之后，再来学双铃，基本上会简单非常的多。绕脚的部分，通常我自己的学生我会要求绕脚100下再来学双铃，我觉得这是可能跟双铃最相近的一个基本功。但我知道有些人其实一开始初学其实并没有要学绕脚，那如果不学绕脚，那至少圆形抛铃100下也要非常的熟练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分解教学的部分。那一开始我们回来复习一下绕线绕脚。那这个动作啊，一开始有一个往上拉起来、往下压解开的动作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确实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可以练到绕线绕脚、上下运铃的话，会更好。那我们也建议至少下来啊，可以绕脚绕个3-5下，这样子对于我们之后运双铃的手感会非常有帮助。那我们一开始介绍一个关于抽线的小技巧。其实一开始扯铃没有铃数的时候啊，它通常会一直歪。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啊，可以把铃的前方往内转30度。那这样子我们转完之后啊，开始抽，它歪到后来就会变成正的，这样刚好也有铃数。我们再开始。好，那第一步我们稍微详细一点跟大家说。那一开始我们绕线的时候啊，手拿扯铃，那绕线进去的时候，让铃往内稍微偏一点点。那接下来啊，手转的时候记得要一边转一边抛，然后就开始拿棍子起来抽。那刚刚歪的那一点，慢慢的抽着抽着，它就会变正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解开的部分，我们的右手往上用力抽一下之后，下面的扯铃会飞高。那本来这个绕线的扯铃，我们把它解开往下压。那飞高的扯铃，我们试试看，让它可以到头的高度。那一开始啊，其实如果要练抽线，可以先不用接，没关系。我们把每一次的抽线都抽好，那铃就让它自己掉下去就好了。我们把专注力放在抽线的部分。好，那第一步熟了，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第2步的时候了。那第2步啊，我们铃绕下去开始抽线的时候啊，现在要开始接了，跟之前一样解开，铃飞高掉下来之后去接到之后，一开始手不要急着动，2手靠近的时候就会发现，其实铃会自己转。试着让我们的手拿稳，2手靠近，让铃可以转到5到10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练到后来啊，每次都可以让它轻松的转10下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练下一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3步，要开始运喽。那我们解开，飞高掉下来的时候啊，试试看，如果铃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要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动我们的左手。其实轻轻的动左手之后，铃的就会开了，就不会撞在一起。好，那大致上啊，抓到左手的手感之后，铃大概就可以转到30下以上，基本上就是不会掉了。那如果左手啊可以把铃带到30下以上之后啊，我们再来试试看加入右手，看动右手能不能也是顺畅的运铃。那如果一开始就动右手就可以有不错的运铃情形啊，那就可以顺着自己的手感去运。那如果手感非常差的人啊，建议一开始啊，我们就是2支棍子一样高，与肩同宽，只要动左手就好了，把铃运出
好，一定的次数之后，我们再来动右手。那定肘的部分啊，因为如果只动左手，其实久了之后灵数可能会不够，所以定肘大概左手可以动到40下之后啊，其实右手的部分还是要把它开始练习。好，那一开始其实运铃啊，运久了其实铃会歪，那这时候啊，通常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处理。那我建议一开始先不要管它会不会歪，就是运就是了。那运到可以到达100下以上的程度啊，我们再来开始学调铃，会比较好调。好，那我稍微讲一个常见错误。如果一开始是练右手压比较多的同学啊，有时候会发现，线有时候压的时候是歪的，铃就很容易歪。那像这个就是往前压，所以很容易歪。那另外一个，这个是往后压，也很容易歪。其实保持正的压，铃才可以持久，不会歪。那有时候如果压歪了啊，2颗就会同时歪，而且很容易掉。好，那双铃运到后来还是会歪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学如何调整双铃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还是会强烈的建议大家，你至少要收集到10次以上的100下的双铃，再来学会比较好学哦。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会很痛苦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加油喽，拜拜。